国门开放，许多人，包含我身边的朋友，都纷纷出国去玩。但大家有没有想过，客机为什么能够进入他国领空？如果是长途飞行，还会经过许多国家的空域。我们真的能够这样随便穿越在各国领空之中吗？事实上，当然是不能任意飞越其他国家领空的。国家间必须先签署一个航权的协议，有了这个协议的授权，才能在各国之间穿梭。哪有如何才能不受限制，自由的在各国之间穿梭呢？这时候你就需要 Surfshark VPN。有一些影片，例如我喜欢看的空中浩劫，在某些国家地区是没有办法观看的。那这时候你就可以用 Surfshark VPN 来切换地区，你可以直接切换到任何你想切换的地区，去观看特定地区才能观看的影片。你也可以利用 Surfshark VPN 来造访有限制区域的网站，像是政府网站、关于美国境内疫情的资讯更新，以及国外体育赛事的现场转播等网站。那像我自己呢，因为做空难模拟时，除了会去调查官方的事故报告之外，也会去看当时的新闻媒体是如何描述的，以获得更全面的细节。但是现在的网络充斥着许多钓鱼或者是病毒网站，而 Surfshark VPN 可以提供我一个安全上网与下载的环境，能够阻挡恶意弹跳视窗，也能保护我的资料不外泄。现在就订购 Surfshark VPN， 或是输入优惠代码 CAPGoogle 就能获得我的专属优惠。订购2年方案再免费加送3个月。使用 Surfshark VPN 还可享有30天无条件退款政策。有兴趣的伙伴们，我会把折扣码以及详细资讯放在资讯栏以及置顶留言哦。但残酷的现实世界并不是 VPN， 如果没有申请航权，是没办法飞越他国领空的。尤其是在冷战时期，各国关系紧张，也有许多敌国侦察机冒充客机入境。所以，当无航权的客机误闯国界时，居然就发生过将客机击落的事件。今天要讲的这起事故，就是发生在1978年的冷战时期，大韩航空902航班击落事件。1978年4月20日，大韩航空902号航班搭载着97名乘客以及12名机组，准备从法国巴黎起飞，飞往韩国首尔，中途停靠美国阿拉斯加州，以避开当时关系紧张的苏联领空。大韩航空902号航班的机长是46岁的金昌奎，此外驾驶舱还有2个人，分别是副驾驶车顺道以及飞行工程师李坤植。直飞的机型是波音707，于1967年首航。波音707是波音公司开发的第一架喷射客机，拥有4颗引擎，使用的也是较旧的导航设备，尽管在当时已经是超高科技。下午1点39分，大韩航空902号航班顺利从巴黎奥利国际机场起飞，并爬升至巡航高度1万公尺，也就是35000尺的高度。从法国巴黎飞往韩国，航班本来可以直接往东南方向飞，直达韩国，但冷战期间，俄罗斯上空全面封锁，客机不得不绕路，他们必须改道往北飞越英格兰，在穿越挪威海峡后飞往美国，在阿拉斯加重新加油后，才能继续飞往韩国。晚上7点整，大韩航空902号航班最后一次回报位置是在加拿大部队警报站，这是当时地球最北的官方基地。随后，机组遵照指南针修正了航向，向右做了个大转弯，却无意间往东南方向的俄罗斯飞去。在往东南方向飞了将近2小时后，于晚上8点54分，苏联的防空雷达侦测到了大韩航空902号航班。当时航班距离苏联领海仅有400英里，苏联多次尝试联系航班，却始终都得不到回应。他们发布了紧急状况，并派遣了一架战斗机升空，准备拦截航班。晚上9点19分，大韩航空902号航班已经进入苏联领空。机长看到身旁的战斗机后，意识到可能误闯了他国国境。他在频率121.5的紧急频道上尝试联系苏联战机，却始终都得不到回应。许多乘客也注意到了这台战机，整个机场一片哗然。此时，苏联战机由右侧接近拦截902航班，而不是遵从国际民航组织规定的左侧接近。根据战机飞行员波索夫表示，他多次摇摆战机机翼，示意飞行员跟随战机降落。902航班的机长降低了速度，打开了导航灯，表示愿意跟随苏联战机降落。
但由于多次沟通无效，机长决定右转90度，向芬兰边境飞去，试图远离苏联领空。但在战机飞行员看来，这却是一个标准的规避动作，尝试摆脱战机的跟随。战机飞行员将这件事回报给总部，这使得原本紧张的气氛更加的剑拔弩张。在跟随了15分钟后，战机飞行员看清楚了客舱内的情形。902航班内坐满了惶恐不安的乘客们。飞行员回报给总部，这是一架客运航班，并尝试说服他的长官取消攻击。随着航班逐渐往芬兰飞去，他们只要在6分钟就能离开苏联领空。但苏联军方抱着宁可错杀100也不可放过的心态，下令击落航班。苏联战机于9点42分发射了2枚导弹，第一发没有命中，第二发却命中了902航班的机翼，导弹碎片炸开了客舱，客舱内快速失压。造成坐在第23排的韩国乘客黄班泰当场死亡，而24排的菅野一子重伤。机长从仪表上看到客舱快速失压，开始着手紧急下降。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started the emergency descent procedure. We ask you to remain calm and follow our instructions. We will be starting preparations for an emergency landing. It is possible that the captain will decide to land at the alternative airport. Please remain calm, take your seats and fasten your seat belts. Thank you. 飞机的机翼碎片掉落在苏联境内，军方以为掉下来的是飞弹，随即又派了一架战斗机起飞，打算彻底摧毁902航班。但因为飞机已从苏联雷达上消失，第二架战机找不到902航班而返回基地。大韩航空902航班紧急下降至5000英尺，机长简单的检查了一下受损情况。虽然4号发动机受损，幸运的是操控系统仍然可控，但此时已不能冒险往海线飞，他将飞机下降至3000英尺，并往陆地上飞。航班重新回到苏联境内，并尝试找可以迫降的机场或是道路。而空服员也简单为伤者包扎，但人烟稀少的北方只有大雪一片，根本就没有可以降落的机场。机长勉强开着受损的飞机，居然又努力坚持飞了1个小时40分钟。中间虽然他多次尝试迫降，却都以失败而告终。他一路贴着地面飞行，而燃油也即将告急。就在此时，机长发现了一片结冰的湖面。终于不得已，机长决定在结冰的湖面上迫降。Hope you've enjoyed your flight from this aircraft and hope to see you again in the near future. On behalf of Flight Center, Captain Stein, I wish you all the best. Thank you and goodbye. This is Captain. Brace for impact.其实迫降得很成功，飞机并没有解体，也没有爆炸。然而，重伤的菅野一子却已因失血过多而死亡。这起事件共造成了2人死亡，107人生还。由于迫降在苏联境内，机组与乘客很快就被逮捕。苏联军方拆解了飞机，并拿走了黑盒子，但他们并没有发现任何的可疑物品。于是，4月22日，乘客与空服员们被送回芬兰。机师与飞行工程师被拘留调查。后来发现，飞机偏航是因为当时飞机的指北针是跟着地球磁北校准。所谓磁北，并不是地球的顶端，也不是北极，而是在地球内部中的磁场。这个磁场同时也有保护地球的作用。当时的指北针技术就是靠着与磁北的相互作用来判别哪个是北方。然而，磁北的磁场是会移动的。事发当时，磁北的地点位于加拿大北端，这个磁北点甚至与北极差了好几百公里。当902航班飞越英格兰后，机组利用指北针重新定位航向，不料飞机却往右回转，往苏联飞去。
4月29号，苏联扣押了黑盒子，拒绝与外界合作调查，并将机组驱逐出境。他们向韩国索取了41万美元，作为照顾乘客2天的费用，但韩国方面从未支付这笔款项。5年后，苏联用同一款战斗机击落了另外一架同为大韩航空的商用客机——大韩航空7号航班，机上269人全部罹难。而这又是后话了。Clean Air 007, Action, how do you read? Clean Air 007, Action, how do you read?